大家好，我是克里斯，今天又來尬掐啦，沒有錯，月份來的時候想躲也躲不掉。畫面中這看起來像是光陽街上市的間諜車，似乎在測試油門一敗。因為我單單側轉，油門全關你咬不上，莫非是傳說中 KRV 電推版本？總之呢，在我進行 RTS R165 2000公里保養的同時，順便探探 RU 的口風。在影片最後再來聊聊光陽的銷量到底何時才會變老三？盛源車業資深的技師 RU 的判斷，你覺得是什麼車？據我看起來，應該是今年準備上市的 G7。G7 不是 KRV 嗎？它應該會改名字啦。為什麼？我猜的。哦，改個運嘛。哦，夢到了。哦 ，OK。哦，所以可能是第二代的電推版的 KRV Moto。對，應該是。所以 KRV 是比較偏向是休旅車嗎？這一台車本身是 RV， 它是偏向於跑長途的車。那現在看到這一台是第一批的 KRV。對，第一批的。那它本身搭載的是 PTM 系統，然後它使用的是皮帶傳輸動力。OK， 然後後來有小改款變成鏈條版，然後後來還有在小改款皮帶變成羅馬 GT， 聽得出很多車款的意思。對啊。哦，所以這個是光陽加油一點，好吧？越聽越懂，加油一點。对，好。先講一下，是可以講的嗎？先確認一下。我夢到的。哦，夢到了。OK， 好，講吧。對，昨天睡覺的時候夢到的。好。猜哪裡？新款的 KRV 應該是搭載金賓噴射系統，對，然後多了 ISG 跟電推，然後無雙馬達 ，PTM 應該夢到的有優化，優化哪裡？動力傳輸會好一點，又是量產版本，所以動力的損耗會更少，對，所以再更扎實一點。所以 PTM 主要是幹嘛的 ？PTM 它主要是一套相對於 CVT 不一樣的傳動，它會先從引擎輸出出來，再傳到皮帶或是鏈條，帶動你的輪胎。間諜照看起來前面龍頭是長得不太一樣，但是確切長怎樣，可能還是要等上市。所以你還沒有看過嗎？還沒有。確定嗎？對，還沒有。還是不能說？不能說的秘密。二代什麼時候會上市？應該會落在第一季的季末，或是第二季的季初，就3月或4月份。今年，太晚了吧？慢一點沒關係，但至少要把車做好。哦 ，OK， 好。所以真的沒有什麼東西再可以講的嗎？它這次騎很快耶，2次起步，進檔關到底，進檔關到底都咬不上，車身完全是給它壓在後面。再透露一個好了。哦，好，請說。夢到的應該是全新引擎哦，全新引擎，排氣量也是175嗎？排氣量的話不確定，就當成是改內部綠頭凸輪軸啊，還是什麼活塞環啊之類的？這個等上市再講。上市再講好。自己本身是希望它可以有彎道 TCS 跟彎道 ABS， 這種東西算是現在的主流。電推版本也跟 RTS 一樣嗎？有沒有在升級，或是2代電推之類的？2代電推哦。然後應該 ISG 感覺起來會再更強一點。3月份、4月份嘛，很快。OK， 所以3月、4月份呢就可以預購，然後就可以交車了嗎？也不知道。預購之後應該還要再等一段時間呢。講到新車啊，聽說最近網上有聽說有一個 RTFF 這台車快上市了嗎？沒有，應該近期內不會上。不會上，所以 RTSR 代表什麼？R 是 Rating 哦，我還以為是 Romance。那 F 呢？新款的未來不知道。哦，所以是電動車嗎？應該不是啦。所以是今年會上嗎？今年2026？感覺起來是明年。哦，那有什麼東西可以說了嗎？稍微透露一點點。不行，透露一點就好，好不好？好，請說。真的假的？不會吧？哇，這可以講了嗎？哇，那我可能要考慮一下這台車，好像可以。哇 ，OK， 可以是明年嘛，2027年。應該是啦，應該是。天哪，這個有點震撼哎，有點嚇到我哎。但是實際上什麼時候出，看公司決定。真的，現在我真的是受不了，就是我覺得越騎越兇了。其實我車快就是要這樣騎才會好玩。
確實，我覺得 RT 的車主的年紀都是偏成熟成熟穩重的男人在騎，要麼是小夫妻，要麼是30歲或40歲，甚至50歲的阿伯。但是我自己是希望年輕族群也可以接受這一台車啦，畢竟這一台車不用去改，那它本身的體質就很好，它給的動力充足，然後懸吊也夠，然後剎車你正常騎通常都夠用，那儀表也做得相對漂亮。哦，对，沒錯，真的很漂亮，很工整，我很喜歡。所以還蠻簡單的，只要換那個機油而已，其實。對。很期待換那個 CarPlay 那時候靠你，而且順便裝那行車記錄器就靠你的。聽說是整合式的嘛？對，看你的就巧手了，因為有點複雜，我看那個走線會很複雜。我會幫你把它處理好。好 ，OK。全合成機油。对，40的嘛，对，40的。好，可以。機油這種東西就是很看個人感受的，桌上沒什麼衰退感啊。對，我騎起來的話，我是說啦，騎起來有點麻痹了這個動力。對，就還是很爽，不過還是有點麻痹了。對，如果等不了 RTSF 的話，可以考慮今年3月要出的 G7感謝阿佑這次的誠心分享。話說回來，這一次真的對他特別排斥，感冒了還被我這樣拉着尬聊，重點是還得防着被我過度套話泄密。可是反正現在光陽經銷商越來越稀有，阿佑就算一個不小心講得太清楚，感覺也不太可能會出歹幾個啦。總之呢，在此先祝他早日康復，大痊癒之後，就準備來開始魔改我的 RTS。關於我這台 RTS R165，我計劃往靜置跑壘的方向去慢慢進化，把它的動力質感跟短軸距操控特性往長途 RV 冒險的適應度給磨出來，期待。回首這台 RTS， 入手到現在應該差不多4個月了，基本上整體還算是相當讓我滿意的一台車。雖然它的油量表準度還是很欠揍，而左握套的部分在冬天似乎因為冷縮，所以原本鬆掉的問題反而就消失了。至於最疑惑的還是傳動曲軸的腐鏽，畢竟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像我老婆那台車齡5年多，里程超過3萬公里的 Jet 噗噗，在這個部分竟然一點點鏽跡都沒有，所以看到全新 RT 的曲軸，確實還是有點問號，但還不到驚嘆號。撇開這些小毛病 ，RT 除了滿足我日常需求，也勾起了我對它玩樂取向的想象。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準備開始這場 RTS 浪漫魔改的原因。在此也再請各路前輩，如果有任何關於長途搞浪漫的改裝建議，也請多多指教，讓我也能參考不同的玩法。畢竟對我來說，改裝不只是為了性能，更多時候是為了打造出一種屬於自己的騎乘節奏。我也發現，當我花時間去跟那台車相處，去感受它的優缺點，就會發現，好車的定義其實是非常主觀且多元的。最後，我想要補充一個最近在網絡上觀察到一個有趣現象，就是似乎不少人，就是期待這光陽的銷量落到老三的這個位置。這個呼聲呢，仿佛成了每個月初月底都會固定上演的一個小段戲嘛，似乎眾志成城嘛，都在盼着這個光陽的銷售掉到老三這個位置。哇，之前我真的沒有發現呢，現在我們只覺得說光陽的仇恨值特別的高，所以你知道原因嗎？知道的話，歡迎底下留言，為我指點迷津，多指教。客觀來說，銷量絕對是重要的參考指標，它代表的是消費者願不願意用錢支持買單，這點我完全不否認。但我認為，如果以光陽這個特殊案例來說，應該不全是產品的問題吧？我覺得更多的是網絡討論形式，就是太容易，把事情簡化成二元對立。因為只要是帶着某種立场，照常常去強調銷量比較之類的。討論的風向就會很容易被引導成就是對立的一個氛圍，相關話題也會自然而然產生一些情緒碰撞，大家都會期待着某個戲劇性的結果發生。像假如先聊買車的話，你可能就上網爬文嘛，可能就會發現是嘛，討論車子本質的聲音似乎逐漸被銷量排行或者是品牌標籤，或者是誰比誰快那0點幾秒給佔據了很大的一個篇幅。我是真的沒有想過那麼單純的東西竟然可以有這種如此奇特現象發生。話說，像我當初買第一台速達的時候就沒有特別去研究速可達的差異。那時候我就覺得說，短軸距、動力大就可以了。那時候直接也是說，就是看銷量買就好，就選一台大家都愛買的熱門車款，最保險。然後其實我自己也是稍微騎過 Super C， 然後我覺得動力跟 RTX 其實都差不多嘞。所以
這兩者的那種動力一些細微差異可以争论那麼多個月，甚至快1年了吧。所以我覺得這個現象真的是也蠻奇特中的奇特啊。畢竟一直來我都說嘛，就是世界上沒有完美的車，只有最適合你的車。然後每個人的價值觀都不同，目的也不一樣，所以看事情、處理事情的態度、角度都會自然不同。所以只要我覺得基於你自己需求所做的選擇，我覺得都值得被尊重，真的沒什麼好互相嘲諷的。所以這幾個月呢，我真的看到很多之前我從來沒有想象過的一些畫面，就是應該是偏務實、溫和，然後市售的日常用車，竟然也可以搞得像什麼一些激烈的派系鬥爭。而且還可以那麼有一點的精彩，但是說到底啦，很多東西也不過是生意嘛，懂的都懂。OK， 總之呢，這是我作為一個新進速克達車主的一點點心得，還有對這個蠻有意思、蠻有趣的一個現象一個看法。我也不覺得自己看得特別透徹啦，只是把這段時間的所見所聞做過簡單分享而已。那最後感謝你看到這裡，那我是克里斯，我們下次見啦。拜拜。